很高兴您加入热门新闻频道。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。吴磊为什么不接戏了？原因很简单，不是因为资本圈子淘汰他，而是他早看透了这个行业。他用2年空窗期表明，不接戏才是顶级的宝咖。去年5月，海南环岛公路上，有人晒出一张照片，30多度的高温，一个年轻人穿着骑行服，单人单车，没有助理，没有保镖，身后是将近1000公里的环岛路。后来大家才反应过来，这位叫吴磊，也就是那个整整2年没有新剧播出，却在商业代言上一路狂飙的演员。别人靠热搜续命，他是彻底从流量池里消失，还能让腾讯视频时隔5年重新签代言，把合同第一时间递给他。你说这事要不要单拎出来聊聊？很多人第一反应是，他这是想不开吧？现在这圈子什么节奏？流量明星1年365天，恨不得300天在热搜，手指头划破点皮都要买个话题。你1年断档，资本就能从选秀、短剧、古偶里再抬出10个替代品。吴磊偏偏来了个将近2年空窗，不接戏，不上线新剧，结果 Burberry、士力架、赛百味、和平精英、小牛电动这些品牌，一个接一个官宣，累计11个高质量商业合作排队。他人不在荧屏上，脸却天天在各个平台刷屏，这种反常状态本身就是个信号。要看懂这个信号，得先把代言这件事拆开。娱乐圈的代言通常是流水席，谁最近有2部热播剧，谁的热搜常驻，品牌就把钱砸过去，剧一完，热度往下一掉，立刻换人。这几年你能明显感觉到，品牌方变得越来越短视，合作周期越拉越短，怕的就是塌房。在这种环境下，有几家公司愿意跟一个2年没作品上线的演员绑定3、4年。Zucknet、冷酸灵、匹克这些老牌子就干了。腾讯视频更狠，5年不签代言人，一出手选了他。说明什么？说明他们看到的东西，并不是最近有没有剧播出。先说最直接的商业逻辑，德塔文的数据把吴磊的受众画像拆得很清楚。核心受众集中在24到40岁，一线和新一线城市居多。这批人有稳定工作，有消费能力，也有自己的一套价值判断。品牌每投1块钱广告，希望打到的是真用户，而不是只会控屏打榜，却掏不出几百块买单的小朋友。所以他们更看重的是，这个代言人能不能让产品在目标人群里站住。吴磊童星出道20年，几乎零负面，遇到造谣，团队24小时内直接走法律程序，干脆利落。这在品牌眼里叫什么？叫优质避险资产。在一个塌房新闻多到看不过来的圈子里，别惹事比什么所谓顶流还值钱。问题来了，有这么稳的商业盘子，为什么不趁机多拍点戏，把曝光拉满？他其实有2条路能选，一条是最轻松，也是现在大家最爱走的，接古偶 IP， 片酬8位数起步，剧组多半是标准流水线，绿幕、大光、美颜滤镜，演员穿上仙气飘飘的衣服，在镜头前摆几个固定表情，后期特效一加，粉丝控评一扑，几个月收割几千万。这种快钱，找他的人多到数不清，但他全推了。原因不是没尝过甜头，恰恰是吃过亏。当年斗破苍穹那出斗气画马的笑话，被做成表情包潮了这么多年。那次之后，再有大 IP 找他，平台给的条件可以说是顶配，拍摄周期可以按他档期量身定制，编剧团队是顶级，角色塑造给足话语权，几乎是站着把钱挣了的级别。他团队还是回绝，不是不懂挣钱，而是知道这类 IP 改编面对的结构性问题，为了过审，
原著里最有劲的设定改得面目全非，书粉在外面盯着，拍砸了不只是挨骂，而是把自己好不容易攒起来的口碑压上赌桌。你要是单纯靠流量活着，这种风险可以赌，他已经不想再赌一次。所以你发现，过去2年他的所有选择都在往去偶像化的方向拐。东极岛里他去演底层渔民，没有棚内空调，一早进渔村跟当地人同吃同住，连去海上干活都真实参与。为了克服深海恐惧，整个人泡在水里10几个小时，这已经很难用表演来概括了，更像是把自己这层皮撕下来，换一个身份。草木人间跑到茶山当茶农，弯着腰在地里干活。炸糖戏直接让火星崩到脸上，烫伤了镜头还没停，他就继续演。演少年剑仙，他又是硬生生饿掉12斤体重，大年30也不回家团圆，在剧组里扛着。这资料拿出来，你再去看那些通稿里吹的吊威亚很敬业，对比就很鲜明。更有意思的是，把这套工作方式搬到生活里，他还是这么玩。海南那次骑行不是品牌活动，真的是他自己策划、自己拍、自己剪，只有一个运动相机。环岛近1000公里，一天最多干出140公里。骑行圈很多人专门讨论过这件事，普遍认定他是玩真的，不是做样子。结果呢？华为、无极机车、喜德盛这些本来更偏硬和圈层的品牌开始找他，看中的不是娱乐圈的那点虚热度，而是他身上那股实打实的野劲和专业感。这跟拍戏本质上是一回事，不是靠人设，而是靠精力。绕来绕去，还是要回到那个问题：他为什么敢在26岁这个按理说最该疯狂捞钱的年纪，主动失踪2年？一方面，他看到了圈子的虚火同质化，古偶越拍越多，后面演员再怎么换，对观众来说都是换汤不换药。另一方面，他手上握着几张未来2年能翻盘的底牌。见来这样的 S 加级大剧，剧组砸重金建了66亩的实景小镇，原著作者亲自盯剧本。这种规格已经说明片方是想真刀真枪干一次的。再加上科幻片群星闪耀时，定档在暑期档，市场空间巨大。他在微博电影之夜推着自行车走红毯，就是在致敬片子里的航天人。这种联动方式本身就是在给角色预热。别忘了，还有徐浩峰的武侠片入型入格，加一部现实题材的《旺铺开业指南》。这4个项目有个共通点，都不好演，也不好卖弄粉丝滤镜。武侠、科幻、现实小人物、武打城市都是硬骨头。你要是习惯了棚内绿幕，习惯了靠脸吃饭，这几种类型一部都不想碰。吴磊偏偏把时间砸在这上面，2年不播戏，其实是在蓄水。他把流量期当成试错期，把26岁当成重塑分界线，这是在主动调整赛道。从资本角度看，这是冒险。观众的记忆确实短，2年没在电视剧里露面，人气掉一截是板上钉钉的事实。走实力派路线，哪怕只踩空一次，后面想重新回去吃古偶那套饭，也不是你想走就走得回去的事。但品牌方、平台方为什么愿意陪他赌？因为他们同样厌倦了来得快去得更快的流量逻辑。一个童星出道20年干干净净的人，人设稳，私德稳，受众年龄层稳，唯一不稳的是短期热度，而短期热度是可以通过1、2部项目瞬间点燃的。吴磊这2年的选择，其实在回答一个问题：在现在这个娱乐工业体系里，演员到底是要做消耗品，还是做资产？他用2年空档期证明了一件事：对于一个已经有基础盘的演员来说，暂时不接戏，反而是最高级的保咖保的是口碑、审美、合作方的安全感，以及未来10年的上升空间。
至于观众，到剑来和群星闪耀时真正铺开那天，会不会为这张消失了2年的脸掏钱？票房、播放量、复购率，到时候都会说明问题。到那时再来判断他这把赌注值不值，可能更公平一些。